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来自老挝。这几天呢，一直忙着卖苹果。最近呢，我们这里天气也冷了，孩子月呢也没有合适的衣服要穿。孩子新之前的衣服呢，厚的感觉太厚的，薄的感觉太薄了。然后这几天忙着卖苹果，也没有好好吃饭。饿的时候呢，就是随便吃一点泡面垫一垫。今天呢，终于有一点时间了，要我老公还有大哥带上我还有大嫂去城里转一转。我们已经出发了，出县城的路上了。孩子星，出县城了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想吃汉堡包啊？蜜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到的时候去看吧。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今天呢，坐这个车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之前在老挝的时候呢，我想着中国就是光有大城市，有那些高楼大厦的，没有乡上。我老公带我来中国呢，没有坐飞机，也没有坐高铁、地铁啥的，都是开着汽车从老挝把我带来中国的。我们俩妯娌还有两兄弟一起从老挝来中国。我们从老挝来到我们陕西呢，就是3天吧，因为他两兄弟换的开车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停过，每天晚上都是一直走的。有时候累了就是停下车歇哈1-2个小时，然后又开始走。那个时候我们从那个卯憨关口来到昆明呢，路一直都是那个高速路，路又大又宽，然后走的也是特别快。我呢是一个在老挝的时候坐车很晕车的，我一坐车呢就是想吐，但是来到中国这边的高速路呢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坐车我也没有感觉到晕车了。然后我们从昆明来到什么地方，老公？就是我们来睡一个晚上，那里叫什么地方呢？汉中。来到汉中已经到我们陕西境内了。哦，已经到陕西了。四川挨着了。哦，然后我们来到那里就是离家比较近嘛，他两兄弟说太累，就在那里睡一个晚上。然后我们来到那里已经天黑了。第二天早上呢，我们出吃早餐。我一下车看我那天呢，房子太漂亮了，那些高楼大厦非常非常高的，要看的话还是要抬头这样去看才能看到顶的。然后我一看那些大马路的，就是非常宽的，每个公路呢就是非常干净的，然后在马路旁边还种的花花草草，非常非常漂亮的。我非常非常开心呀，很喜欢。我想着是不是我老公说离家近了，是不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生活呢？然后我非常开心。我一直想着中国那是一个大的国家，在中国这边呢都是在高楼大厦里边生活，都是在大城市的。然后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又开始出发回家的路上。我们走的，怎么就变了？那个路不一样了。来到一个路呢，就是感觉是山路的一样，因为山特别特别高嘛。孩子又睡觉了吧？来到那个小路呢，感觉山特别特别高，山又特别特别大。路呢就是小小的，在中间，下面很高的山，然后下面呢就是河了，下面呢就很大很大的山，而且那些山不是土的，还是石头的山的。我看到在旁边呢，还有的人家还有1-2个房子，走的偶尔有1-2个房子，我有点担心了，是不是我老公家就是在这个山里面呀？我就有一点担心了。然后我们走的过来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也问过我老公说他家是哪里，他说是陕西，但是我也不知道陕西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啊。来到那个路呢，我们一直走的也有时间很长的，我也是特别担心，是不是我被骗了？然后我们走的过来，终于又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路了。我说，为什么又换路呢？我老公说，这是一个小路，因为我们这里呢，那个高速路还没有修好，所以我们是走一个小路过来的。那个是宝鸡到汉中的高速，那时候还没修好，现在已经好了。是吗？然后我心里终于能放松一下。我们来到我们的县城啊，来到我们的县城呢，就是我老公直接带我去看那个拍婚纱照那个店。
去看，然后我就到里边呢，看到他们的照片非常漂亮，然后衣服也是特别好看的，我老公直接定下了，然后我真的非常开心，走都没有到家，我老公都来订这个要拍婚纱照了。我在老挝呢，就是没有见过，就是结婚的时候要拍婚纱照嘛。一般的老挝人结婚比较简单一些，然后回来到家呢，公公婆婆也是特别欢迎我们2个老挝媳妇。亲戚朋友听说我们回来到家呢，也过来看，然后特别的就是有他们过来的时候包了很大的红包给我和大嫂。收到那个红包呢，从来没有想到说做一个中国的儿媳妇，第一次见面礼要这么大的红包，真的我在老挝的时候没有见过。然后我们家呢也是在一个农村镇上，我们的镇上呢，我第一次来到，我感觉到的还是一个大城市，因为我们的镇上也是挺大，路也是挺宽的。然后我们家就直接在镇上，我一看我是非常满意的。我心中一直想的，我是嫁到中国一个大城市了。然后我在这边生活了一点时间呢，我才知道原来我老公家就是在一个农村镇上。我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也是非常满意。我们住的地方呢，离街道很近，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然后在街道呢，也有各种的商店，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得到的。然后再加上我老公爱我，婆家对我的欢迎，还有亲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我们2个老挝媳妇，那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之前从老挝来中国的第一天呢，虽然来在路上有时候有点害怕，有一点担心，但是现在在中国生活也是非常幸福的。我们来到县城了，到里边看一下小孩的衣服，来到店里了，看一下衣服。衣服还是挺多的，都不知道要买哪个好了。给他2姐妹买了1人1套衣服，在这里拍号，要付钱了，人还是挺多的。看大嫂的头发好长呀，在这里去那个反地，等一下哥哥去接表哥和表嫂了。今天感觉在县城人特别多的，表哥表嫂还有哥哥他们刚刚来到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自助餐了，拿好啊。好，还要哪个呀？还要啊。好，2个够了没有啊？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好。还没有找到坐的位置，都上拿蛋糕了。老公，你先看2个孩子，我去拿菜了。这里边呢有特别多的好吃，大人吃小孩吃都有，所以今天呢就来这里吃吧。看我们拿了过来很多的好吃了，这几天呢辛苦了，今天呢要好好吃一顿，要吃饱的，吃撑死再回家。哪这么想吃肉吗？一来就吃肉。对呀，来这吃肉的呀。那今天好好吃，放开吃了。放开吃不着急。吃撑为止。我打算吃撑了再回来。快辣椒呢？吃肉吃，我煮料子。辣椒在哪？哎，吃肉。啥肉？你尝，看你能尝来吗？你这样太大了。好。你也要吃啊？哇，表哥在吃那个牛排呀。这是这个啦，不是，这点面好舒服的。哦，你先喂喂。好，那就这你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挝杨满丽。现在呢是中国湘西的儿媳妇，天天都是一个人带着小宝宝出来给大家拍视频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网友他问我，满丽，在你们老挝人的眼里，
看待中国和越南是什么呢？给大家说实话，40年前我们老挝的国家是跟着越南混的。为什么老挝要跟着越南混？因为以前我们老挝的国家也有打仗，然后那个时候是越南的国家来帮忙打仗才会打赢。从1975年开始，越南和老挝的两个国家就像两兄弟这么相爱。我们老挝的国家跟着越南混，是靠的农业挣钱。在老挝势力多，一般的都是种地靠的卖木材产挣钱。以前我小时候，如果一个老挝人去越南留大学，就感觉他很厉害，很多人都是很好奇他。可是从2009年开始，我们老挝的国家就跟着中国混。为什么老挝的国家要跟着中国混呢？因为老挝跟着中国混是靠工业挣钱。我们老挝的国家有煤工和船过去的很远，所以可以建好几个的电站。中国的国家出老挝建电站，建了好几个，发的电不是光顾我们老挝国家用，还可以卖到外国去，挣了不少钱。这个呢，也是老挝的经济。现在在老挝，大部分的老挝人都是选择来学汉字，来学普通话，他们也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好工作。现在在老挝，如果你会说普通话，认识汉字，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，工资高一点。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，在老挝找工作真的不好找，找到工作工资也是挺低。在老挝，现在大部分的地方上班都是中国人过去做生意什么等等，所以在老挝现在也有越南人，不过越南人都是做一些小生意，大生意的都是中国人。现在在我们老挝，一般的学生上完高中毕业时候，他们都是选择来学普通话，来学认识汉字。他们都是不愿意去上大学，在老挝上大学回来的人，花的时间很长，3年到4年才上完大学。可是回来找不到工作，如果找到工作了，工资也是挺低。有的人找到工作了都没有工资，特别呢就是老师给小朋友上课都是白上课的，没有工资。你要上班3年到5年，然后国家再给你发工资。所以很多的老挝人，他们都是不愿意要去上大学，他们选择的去学补习班，学会了中文，学认识了汉字，他们就可以找到工作，时间就1年就学会了，就可以找到好工作，工资还是挺高。以前越南和中国在老挝人的眼里都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老挝的国家和中国的国家都是挨的，所以大部分的老挝人都知道在中国国家有多么发展，然后老挝的国家现在都是光靠的中国的国家。中国给我们老挝输入还有帮助了很多，从了这个疫情开始呢，也帮助我们老挝送了很多药，很多口罩，送医生过去帮忙，还教我们老挝的医生也学会了怎么保护人的安全，给我们老挝也送了疫苗，保护这个病毒。所以现在呢，在老挝人的眼里，中国才是这样，越南就这样了。可是也没有表达说老挝讨厌越南，喜欢中国。在老挝有很多的老挝人去越南上完大学回来都找不到工作，可是一个普通的老挝人都没有上过学，他会说普通话都可以找到工作。在老挝有中国医院、中国超市、中国饭店、中国酒店等等，可是在老挝没有越南医院，没有越南酒店，没有越南超市等等，所以老挝人说越南话没有用。现在在老挝，大部分的老挝人都是选择来说中国话，来认识中国字。
大部分的学生上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他们很多都是选择来中国上大学，所以在老挝人的眼里，中国是一个很靠谱的国家，中国最牛。今天呢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，给我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，拜拜啦！大家好，一起看一期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来自老挝。好，今天在我们这里呢，下雨了一天了，时间呢过去真快呀。我们卖苹果呢，不觉得时间长，已经过去了有10多天了。今年呢，在我们这里苹果也是特别好卖的，然后苹果已经快卖完了。现在呢，想找好一点的苹果是很难找到的。今天早上呢，听哥哥说他找到了一片地，苹果呢也是特别好吃，大概还能包1000多箱苹果。然后哥哥也没有说他订了还是没订这一片地苹果。我今天呢也是想问问哥哥看看这一片地到底他订了还是没有订。这几天呢我也没有过来拍视频，也没有直播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给我的粉丝说了。你要说有苹果吧，有不多了；你要说没有吧，还是有一点。所以如果说这一片地能定下来的话，我就好好的来努力直播卖这苹果。如果说他没有定下来的话，今年呢苹果估计就要卖到这里了。老公，看不到哥哥的窗口，哥哥去哪了？给我打电话呢。喂，坐下去。饿了。哦。去哪里了？给人拍照去。哦，给人家钱去了。那一片地，哥哥说大概还能包1000多箱，那个订了还没订，你不知道。他应该有快2万斤苹果，你减一下，估计最少15000斤，15000斤你要包快1000多箱嘛。169467快1700箱。你不用给我算了，你算不对。1700箱，这个能算。上次你给我算那个什么，给我算那个钱，我说上次算错了。哈子星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玩玩具。这个玩具是谁给你买呀？这么漂亮呀，哈！爸爸是我买的。爸爸给你买的。现在马上就要到6点了。刚才我老公打电话问小哥哥他在哪，他说他在我们家后面给他们在算那个苹果钱，要给他们钱嘛。然后我老公直接去那边找哥哥了。我在这里等了半天，他俩兄弟都没有回来。哎呀，等了半天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下去把袜子包回去。在这里等他爸爸。老公，赶紧。你一个人回来，哥哥呢？哥哥没回来，还忙着了。赶紧。哥哥，你俩去哪里？去了一下午，等了半天才回来啊。看苹果去了嘛，和人家结了点账。那看哪里的苹果？还是早上哥哥说那一片地吗？定下来了没？为啥？主要是贵，还有就是量太大了。量大是好事啊。量太大了，到后期了，你现在就不敢定那么多。那你那个是怎么想的？怎么不定了？那价钱是关键，那量也太大了。如果是一开始的话，咱们肯定定，少挣一点。那这个到后期了，量太大了，你如果定出来卖不完咋弄？不会卖不完的。咋不会卖完？咱家里现在今天上午包完之后还有300多箱了。我知道300多箱。这个再包上算一下，大概能包1700箱，现在有2000箱了。我们的箱子还在这里放着呢，我们把这个箱子包完，然后我们每天直播，每天晚上直播，一定会卖完的。箱子没多贵，你苹果收回来就贵了。苹果收回来你卖不完那发不完的，到时候就贵太多了。你那个就是害怕那个什么买回来，然后我们卖不完，是吧？卖不完是主要原因，还有就是价钱高，价钱是今年咱们收的苹果人价钱最高的了。那肯定嘛，后边苹果越来越贵啊。这个人家最多2-3天就要把它收拾的，
你如果往回拉，往哪里放？两三天的话在地里，然后2-3天坚持一场直播卖100单，我100个给100，3天就600单了，那剩下一半拿回来就行。想了，你看家里堆个300箱都没地方放了，是不是？你这拉个1000箱回来。那个就害怕卖不完，就打算不定了。对，就这300箱。把这个300箱卖完就不卖了。这300箱卖完就算。我就是想着，如果定的话，我好好直播，我会努力把它卖完，就是最起码5-6天会卖完的。不一定。只要你有信心，只要你每天直播，1天2场直播，中午1次，晚上1次。不是现在口罩影响太厉害，如果说到时候咱这厉害直接停了，你咋办？想过没？就是停了，不发不了快递那种。快递的发了。我们现在这里有了吗？有几个？具体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了是吧？有了。那行吧。那如果就和二虎那边，你刚发了1天货，第2天就停了，你到时候咋弄？那行。就稳稳当当的把这300箱发完就停了，300箱估计1-2天就发完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直播就可以了吗？今晚直播把这300箱卖完。孩子悠悠，你干嘛？要掉下去了？把它抱起来，老公。考虑一下还是不一定合适。已经到现在了，如果是中期前期货中期呢肯定定了，价钱贵是贵，但你肯定能卖完。现在到后期呢你就不一定了。今天下雨了，都是在家里打包的，就剩这么一点苹果，打包好呢。今天也发货，然后也剩了几箱。明天包完之后呢，差不多就能包300多箱。想吃苹果的朋友呢，就赶紧抓紧这个时间就下单了。今年呢，苹果就要卖到这里了，错过这个机会呢，就要等明年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谢谢观看视频和点赞关注，拜拜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挝杨玛丽，现在呢是中国陕西的儿媳妇。有一个网友他问我，我和我老公办证件是怎么办的？问我的那个网友呢，也是我们老挝美女嫁到中国来，她想知道我和我老公办证件是怎么办，她也想叫她老公带她回老挝办证件。今天呢，我这个视频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在老挝面试，我们老挝警察问到我和我老公的什么问题。我在老挝是在老挝那8省，在老挝每一个省肯定也不一样。在我们老挝那8省，一个美女要嫁到中国来办证件的时候，面试是2次。一次是出买证件的时候面试，第2次呢，你把证件写好了之后，在村里在省里盖章完了之后拿过去再面试第2次。我和我老公出买证件的时候面试真的很难的，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，然后把我老公也带到一个房间，一个警察问我，然后一个警察问我老公。问我老公那个警察呢，他是会说中国话，会说普通话的。他们要问我和我老公看看咱们2个说的话是不是一样，如果说的话都是一样，他们就把证件卖给我和我老公拿回家写好了之后，在村里再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可是如果面试说话不一样，那他们不会要把证件给我和我老公拿回家。所以我和我老公面试第1次呢，也算是面试2次的。第1次他们带我进去，然后我老公是在外面等我。他们问我呢，我老公和我是怎么认识，是自己认识还是有人介绍，我跟我老公谈恋爱了多少时间了，我嫁给我老公是我真心的喜欢我老公，是咱们2个真心相爱，还是我的父母逼我叫我嫁给中国人。我老公在中国是干什么工作，他的工资1个月是多少钱。我跟我老公谈恋爱，咱们2个
从来有没有过什么矛盾，就是吵架还是打架。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老公有没有给我生活费，有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东西，比如戒指、项链还是其他的很贵的东西。我有没有来过中国看我老公的父母，看我老公的家。我老公的父母他们欢迎我吗？他们喜欢我吗？我嫁给我老公了以后，咱们两个要来中国生活还是要在老挝生活？他们问我老公也是和问我的一样的问题。我和我老公面试第一次算是都回答的差不多嘛，都差不了多少，所以他们说叫咱们在外边再等上10分钟。等到10分钟了以后，他们又叫我进去重新面试第2次。然后他们又加了一些我老公来了，我是在酒店还是在我家住的，然后我说是在我家住的，我老公说是在酒店住的，所以就差这么一点，说的不一样。他们说咱们两个说话说的不一样了，他们就要罚款。他们罚款的就是老挝币，500万的老挝币。然后我老公说算了吧，就500万就给他吧，然后就给他500万，他就把证件都给我和我老公拿回家。拿回来了之后，我和我老公写好了之后拿到村里盖章，然后又拿到我们县里盖章。到县里时候也是很难的，那边的他们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嫁到中国来，就是你有证件的时候就给你盖章给你签字，他们不会这样的，他们还要问到你一些问题，叫你回答的不一样，就像面试的一样的。在我们县里也是面试，他们把我带进去，然后问我了一遍的什么七说八糟的，然后又问我老公，那边时候问的一些都不重要，可是如果你不回答也不行，回答也不行。后来呢，我和我老公在那边也是被人家罚款，那边也是罚款了500万老挝币。然后我和我老公在我们的县城还有在我们的省面试了2次，都被人家罚款了1000万老挝币。一个老挝美女嫁到中国来，最难的时候就是面试。如果把这个面试通过了，后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们老挝美女嫁到中国来，要求不高的，她没有要求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，工作是干什么的。可是我们老挝的警察，他们面试的时候，他们需要这个要求有房有车，在这边还要有好工作，他们也害怕你娶了一个老挝美女来中国，然后你养不起她，所以你办证件的时候，这些小证件都要有的，要有证件你是干什么工作，是在哪个公司，也有的你的工资多少钱，在银行卡的你存了多少钱，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，这些证件你都要有。如果你没有时候，他们也觉得你娶一个外国媳妇回来，他们害怕你养不起，来到中国又过得不好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还想知道什么，在我的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，下一次来给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喜欢我，给我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赞赏，谢谢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挝杨玛丽，现在呢是中国陕西的儿媳妇。在我的视频评论，我看到了一个网友，他说：玛丽，你的老公光靠打工挣钱，买房买车还早的呢。你说的很对的，现在在中国房子是挺贵的，中国这边的房子的价钱涨也是挺快，比人上班的工资涨得还快。今天呢，我来算一下我老公的工资看看什么时候我老公能给我买个房子吧。现在呢，我老公是1个月6000嘛，1个月6000，然后我们一家3口1个月花了3000，然后1个月呢可以攒了3000，1个月攒了3000，那1年就可以攒了36000，是不是？对的，是36000，然后10年才能攒了36万，20年
才能涨了72万，然后30年才能涨了100多少了，100多一点点吧，才能涨100万啊！30年啊！现在我老公都快30岁了，今天是4月29号，5月10号我老公就是30岁了，那再加上30岁也就60了。我老公有60岁才可以涨到100万，可是现在100万的房子都不是很好，都不是很大了。那到那个时候，我老公还能买得起房子吗？那肯定都买不起了。我算这个都是按照现在算的，一个月花3000，然后涨了3000。可是以后孩子长大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可能消费更高，然后还要生个2胎，那一个月肯定都涨不到3000了。那30年我也涨不到100万了。那我和我老公这个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呀，都到60岁了，我老公都退休了，钱都涨不到100万，那怎么买房子？我真的太好奇。我看到了很多的中国人，现在他们才40多岁，已经买好房子，有房有车。在我们的村里，一半的邻居现在都不在村里住了，都是老人住。可是很多的他们都过来把他们的父母接到城里去了，然后把农村那个房子就关门，没有人住。我看到他们也是才40多岁呀，也不是很老，可是他们已经有房有车了。他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呀？我和我老公就不用说在城里买房子了吧，就是在农村盖一套。我来算一下，在农村盖一套要等多久才可以有一个房子是自己的？在农村盖一套差不多吧，不用盖太好，就是20万吧，20万30万。如果要盖一个30万呢，也是要攒钱，也要攒10年的，才可以攒到36万。按我老公这个工资算啊，一个月6000，花3000，然后一个月攒了3000，要10年才能攒到36万，才可以在农村盖了一套房子。10年啊，我的天啊！我想有自己的房子有这么难吗？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啊？在中国这边的，在大城市的房子更贵，然后为什么农村人都跑到大城市了，都买得起房子？中国人你们太厉害了！如果在我们老挝，一个人有200-300万呢，就是很有钱了。在我们老挝，一个有钱的人家盖一套房子也用不了100万的人民币的。在老挝没有厂子，没有地方打工，老挝人都是靠的农业挣钱。一般的老挝人都说，在中国工资很高啊，一个月就5-6千。如果5-6千呢，在老挝就是算是工资挺高了。如果在老挝有这样的工资呢，就是很有钱了。可是中国这边有地方上班，有地方挣钱，工资是挺高的。可是在中国消费也是跟着工资一起高了，上班一个月工资最低也是可以挣到2000块钱。可是在中国呢，消费也是挺高的，工资高，消费也跟着工资一起高。像我老公现在一个月是6000块钱，那就算是一天200块钱。可是一天你拿200块钱去逛街都不够你逛街啊，你买一件衣服都要200-300块钱才能买到一件衣服好看。如果你想买便宜吧也可以，不过你喜欢的都是贵。可是你挣钱一天才可以挣到200块钱，你去逛街1分钟你把200块钱都花完了。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，买得起好看的车，在城里住得起啊？我现在也是在城里，可是我和我老公来到这个郑州才快2个月，我都快待不下去了，消费太高了，我马上都要回农村了，真的住不起，在城里消费太高了，回农村还是要好一点。我真的给中国人点赞，你们太棒了，中国人真的很有钱啊，可是我老公就没钱。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，给我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赞赏，拜拜啦。